好了，我们在说完这个命令行的在线帮助在任何情况都可以打问号来完成帮助以后，那么我们下面来看几个对于命令行的其他功能。首先，第一个叫做历史命令的查询，就是说你敲过的所有的命令当然其实只有一部分，因为它的缓存是有限定的。就是你敲过的命令，那么可以通过 display history command 这条命令来看到你曾经敲过的历史记录。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键盘上的上下方向键或者说是 Ctrl 加 P 或者 Ctrl 加 N， 这个是快捷键，那么来切换到上一条命令或者下一条命令。这个东西呢，其实在某些时候还是比较好用的。特别是在我们做一些重复的命令输入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可能改一个数值，然后呢，我们用这种上下键然后用这个退格键清掉一个数值，然后我们就可以改掉了。好，那么对于命令来说呢，我们也是可以做编辑的。我们来看一个命令的这个方式好，我们打开了我们的这个 AR。好，比如说我先敲几个命令 system view， 然后呢，比如说我写 interface gigabit， 然后0-0-0，然后退出 quit， 然后再写一个 quit 退出。好了，我们在完成了这几个命令以后，我们来看 display history command， 然后我们来看，我有几个命令有 quit， 有 system view， 有这个 gigabit 0-0， 但是呢 quit 呢只提示一个只提示一个。那么你说我输入一个错误的命令，比如说 ABC， 然后123，然后 system view。好，我们再来看 display history command。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早先你输入的那些命令其实也都在 system view什么123ABC， 不管这个东西是否正确它都会在这个地方有所提示它都会给你记录下来。然后如果我摁上箭头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上一条命令，再往上 system view， 再往上123，再往上 ABC， 再往上 quit， 再往上 interface那么往下一个一个再翻回来。那么你比如说我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想去修改一个什么东西，你可以摁这个方向左右键，然后你可以让这个光标你可以让这个光标在前后移动，然后你用这个橡皮键，比如说删掉一些字符或者说增加一些新字符，是完全可以的是完全可以的。好，这个是我们对于命令的一个辅助这是命令的一个辅助，可以查询历史命令。下面呢，我们来开始接触一些具体的配置。第一条配置命令，注意，第一条配置命令给设备其实这个不是仅仅是路由器了其实也可以给其他的设备去配置一个设备名称。在出厂的时候，在设备出厂的时候，厂商华为公司它也不知道你这个设备你到底要给它起一个什么名字，所以说呢，它统一的将这个东西称之为华为就是我随便就给它起一个华为的名字就可以了。然后你如果需要把这个东西重新命名的话，那么 OK， 你可以使用这条命令 sysname， 但是要注意看它的命令配置模式。后边我们在说到命令的时候，大多数都会说到一个命令的配置模式，在什么样的模式或者在什么样的视图下才能够配置这个命令每个命令都是有相应的视图的，绝大多数命令在某一个视图下完成。当然，有些命令可以在多个视图下完成，比如说 display， 比如说 pin 这些命令。那么对于 sysname 这条命令来说，你必须在视图模式下系统视图下完成你必须在系统视图下完成。在系统视图下完成以后 ，sysname 后边跟上你要给它起的名字我们这儿起了一个叫做 router 1。不仅仅是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等等其他的设备也都可以配置设备名称。那么可能有的同学会问，我为什么要给这个设备配一个名称？我就不配这个名称有什么不行吗？答案是这个名称没有行不行，你不给它起名，它照样能用，不会有任何的功能性的影响。但是你要考虑一个问题，
如果你有很多个设备分散在不同的机房，而你没有给任何一个设备去起一个名字，那么你登录到任何一台设备，这台设备都叫做华为，那你还能分得清这台设备到底在哪个部分是哪台机器吗？这很显然就分不清了啊，就像我们人一样，对吧？你说这个人就没有名字，从来没有人给他起过名字，那这个人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但是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没有名字，那我们怎么分辨他？我们怎么称呼他？啊，所以说啊，我们建议大家在每一个设备上都给这个设备起一个名字。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呢，啊，我们一般就管它叫做 router 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简写成为 R01 或者是 R1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名字啊。switch 呢，比如说交换机呢，我们就叫做 SW。啊，交换机我们就叫做 SW， 然后后面跟上编号。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呢，可能我们会需要将这个东西，啊，命名成一个有意义的名称。比如说，这台设备放在了3号楼5层的第2个竖井啊，或者叫设备间里面。那么这个设备间里面一共放了3台这样的设备，这个东西该怎么写呢？比如说3号楼，比如说我写3。然后呢，5层，然后我写个减号 floor 5F5啊，或者你写 5F， 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个名字嘛。5F， 然后这个设备间里面第2个设备间，所以写2啊 room， 第2个 room， 然后最后你写上这个设备的这个设备是这个设备间里面的第2台设备，所以说你要再写一个-2。那么这个名字是可以写得上去的，啊，这个名字是可以写得上去的。3号楼5层第2个房间的第2台设备，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中还会将这个设备的功能，啊，给它写上去，比如说在前面或者在后面加一个 router 啊。加一个 switch 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名称，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名字其实某些时候还是挺重要的，你要能够区分得出来，看到这个设备你就知道是哪儿的东西。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命令。比如说我这是一台路由器，我这个是 AR1，那我就给它起名叫做 AR1，啊，那么我们首先进入到系统模式啊，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是系统视图了，方括号模式。然后 sysname， 比如说你可以写 R1 啊，或者 R01。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括号内的华为变成了01啊，我们把这个缩小一些。哇哦！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括号内的华为变成了 R01这个选项，那么事实上括号内括起来的就是你的设备名称。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其改为sysname 将其改为3-5F- 什么2 room- 2，然后 router。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名字很长，对吧？它括起来的东西就很长。那么这个东西一共可以写多长呢？啊，这个名字，对吧？比如说像有很多外国人的名字，是吧？好多，特别长。那么它到底能写多长呢？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sysname 你打空格，你打问号，你看它这个地方告诉你，让你写一个文本 text， 让你写一个文本。那么这个文本，注意是主机名。不要超过246个字符，注意它不支持中文，啊，它不支持中文，246个字符。一个单词，如果说平均下来一个单词，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5到6个，啊，这246个可以写很多个单词了。所以说呢，基本上我们是够用的，而且它可以做什么呢？它可以支持空格，可以支持这个。一些特殊字符，当然问号是不能够支持的啊，问号是不能够支持的，其他都可以。好，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我换一个名字，比如说3-5，然后你这个5问号不行，问号是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被支持的，但是你写3-5或者写 router
啊，或者写个 R 空格1回车，这个是可以的，它可以支持空格，甚至于什么电子邮件那个 at 符号啊、下划线、减号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支持的。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啊，除了问号，大部分的情况下除了问号都支持。OK， 那么我们还是给它起一个正常点的名字吧 ，sys name R01，哎，01 ，OK， 那么这就说明这是我们的1号路由器，交换机也是一样的啊，交换机也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交换机。好，这个交换机启动的时候也叫华为，然后 sys system view 进去，然后 sys name name， 然后 switch 1 ，OK， 啊，这样呢我们就把名字改过来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命令 sys name。注意，在我们说命令的时候，后期啊，在我们说命令的时候，命令呢分几个部分。这个地方，这个 sys name 这个东西，这个我们叫做命令，英文叫做 command， 啊，这个我们称之为命令。这个东西是没有为什么的。你想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和配置吗？想实现必须这么做，这个是厂商设定好的，没有为什么。啊，比如说，就像我们在 Windows 啊，或者说在这个 Windows 的命令行里面，我想查看一下目录里面有什么文件，一定是 dir， 没有别的。没有为什么。那么在命令的后边跟着的一些，就是空格以后跟着的一些东西，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我们称之为参数，有可能我们称之为选项。啊，通常情况下呢，这两个是参数和选项是不一样的。参数呢，我们一般认为是给你一个范围，你去随便设定。比如说这个呢，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参数。因为我告诉你是一段文本，你随便写246个字符以内。那么 OK， 那这个就叫做参数，反正我告诉你不要超出这个就可以了啊，你随便写去吧，啊，或者说比如说我在这儿给你写一个值啊，说你随便写1到255，你随便写一个数，那么你在这儿去随便写一个数啊，当然这个其实为什么要写这个值还是有原因的，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说你可以调整的这个值，那么我们一般称之为参数。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情况是后边有几个关键字或者有什么东西让你去选，你只能从这3个里边选一个，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叫做选项。啊，一个命令后面有的时候可以跟参数，可以跟选项，有的都可以跟，有的必须同时完成。那么这些东西后边命令多了以后，我们会逐渐的去碰到它。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命令 sys name。第二个配置命令，配置系统时钟，啊，配置系统时钟，那么在我们的设备啊，我们的设备启动以后，一般的情况下呢，它的时钟呢会是一个出厂值，或者说是一个预置值。为什么呢？我们的电脑其实是可以做到这个关机以后啊，或者说我们把电源拔掉啊，拿到别的地方去，特别是笔记本电脑，对吧？其实台式机也一样。那么它的时间是可以不变，会自己跟着走的。而我们的网络设备啊，大部分的网络设备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啊，其实很简单，因为电脑上面啊，我们这个凡是装过电脑的同学或者拆过电脑的同学都应该知道，电脑的主板上是有一块电池的。那个电池就是为了去供给这个电脑上的一个组件啊，那么由这个组件来完成时钟，在任何电都断掉的时候啊，它那个时钟依然在跑啊，依然在走，那个表依然在走，其实就相当于电子表嘛，啊，各块电池它你甭管你带不带它都在走。那么对于我们的网络设备来说，啊，基本上我们那个主板里面是不会有电池的，因为呢，大部分的设备呢，特别是我们这种商用级别的路由器或者是交换机，那么在我们的设备上线以后，一般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机房里面去，有可能会有重新启动。啊，就像电脑我点那个开始，然后点重启一样，有可能会有重新启动的现象，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在机房里面是不会断电的。所以说时钟我们一般的情况下设置完了以后就 OK 了，只要这台设备不断电，那么它的时钟就一直是在自己跑的。当然你说我停电了，那这个就没办法了，啊，这个就没办法了。那么我们来看配置系统的时钟。
当系统启动以后，它是一个默认时间，肯定跟你的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来配一个时间。那么对于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们还是在计算机设备上，时间还是分为两个部分的。一个部分呢叫做 date time， 我们叫做具体的时钟或者叫做时间；还有一个叫做 time zone， 我们叫做时区。我们都知道，全世界呢一共分了23个时区。有0时区，然后东1区到东12区，西1区到西12区，然后一共有23个时区。那么你现在你的要配置的这个是时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哪个时区里边，比如说我们的北京呢，全中国其实北京时间都是东8区，那么也就是说与标准时间加8，而我们所设定的这个 date time， 事实上大家应该知道了，这是一个标准时间。可能大家在手里都会有一些这个智能手机或者 Pad 一类、平板电脑一类的东西。当你买到智能手机或者 Pad 在第一次开机的时候，如果这是个新机器，它一定会让你选择一个地区或者选择一个时区。Windows 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在我们这儿，我们来看这个更改时间的设置，在这里边有一个日期和时间，那么有一个时区是我们叫做+8就是我们的北京时间我们的北京时间。对于我们的网络设备来说，通常我们在调整时钟的时候是这样的：先调时区，再调时钟。如果你先调时钟，再调时区的话，你调完的那个时钟，它认为你是标准时间，然后它会给你变的。好，我们来看看这条命令到底怎么做。注意，调整时钟的这条命令，注意 clock time 是在哪儿呢？ clock date time 是在箭头的尖括号模式下，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用户模式的命令这个命令叫做 clock 空格 date time， 到这儿全叫命令到这儿全叫命令，后边是你的这个叫做参数你随便写的，反正你现在是几点对吧？你就写几点就 OK 了。好，我们来看，我们还拿路由器来说我们还拿这台路由器来说，在这个系统模式下，我们来看 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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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e time， 然后你就可以写时间了。注意看这个地方，它要求你写的时间是小时、分钟、秒比如说我们写22点比如说我们写个10点，晚上10点00，这个地方写错了一个，然后它会要求空格再打问号，它会要求你写年月日，这个年月日以年月日的形式体现这个一看就是我们国人的一种做法了20，比如说15年比如说我们写个6月1号吧 ，OK， 然后再打问号，它会告诉你没有任何选项和参数了，你直接回车就可以了。那么你就可以回车了。当然我们说过了，我们不能这么调，我们要调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先去调一个时区 clock time zone， 你要先调整一个时区。 time zone 怎么调整呢？我们来看打问号，它要求你给这个时区起一个名字。好，我们就用北京时间，那么写北京这个名字随便自定义名称，然后看这儿有两个北京完了以后，它有两个，一个叫做 add， 叫做增加；一个叫做 minus， 叫做减少。就是你是跟标准时间是增加的还是减少的？那么在这儿，我们北京呢是对标准时间来说是增加的，那么就要写 add 多少呢？8个小时，8个小时这么描述你看它这个叫做 time zone 的 offset 偏移量就是说你增加了量。是多少？8个小时要这么写，为什么是这样写，而不是直接写个8呢？因为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原来的一些英属殖民地，就是上个世纪甚至上上个世纪，一些英属殖民地，他们有这种半小时的这个时区制，可能它的偏移量呢，或者它增加的时间不是整个1个小时，而是什么3个半小时。那这样的话呢，你就要写3:30分钟多少秒，那么。写完这个以后，那么也就是说，我确定了我的时区是北京时间，再写 clock date time， 然后写22点，然后写2015年
6月1号回车。这样子呢，我们就将我们的时间改成了2015年6月1号，并且我的时区是谁呢？我的时区是北京时区 ，display this 不是 display clock。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time zone 你是北京啊，北京时间加8，然后我现在的时间是2015这个是起始和这个终止日期啊。然后呢，我现在的这个时间啊是多少呢？是2015年6月1号22点00分14秒，因为我刚调整完，在回车的时候这个时间生效啊，这个是我的时间。然后6月1号星期一 Monday 啊，它会告诉你一个这个时间。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2个命令，配置命令啊，配置一个系统所在的时间和时区。但是注意，这条配置命令叫做有限的配置嘛？我们说有限的配置在用户模式下可以做，那么它是在用户模式下完成的。好了，我们休息一下。